还愿与你做夫。你终是不如你妹妹。赐婚那日，她穿着大红嫁衣跑过来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世间怎么会有这样明媚的姑娘？如果有下辈子，我绝不会娶你。妹妹戴怎么了？离远点儿！试一试你的嫁衣又怎么了？婉儿把我的嫁衣弄成这样，我怎么穿着出嫁？多大点事！姐姐，你看你的簪子和嫁衣在我身上好看吗？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宫中，同时给我和沈婉儿送嫁衣这一天。前世皇后娘娘赏了2根簪子给我和沈婉儿自己挑选，作为3皇子和6皇子的定亲礼。娘，这2根簪子我都好喜欢。既然都喜欢，那就都戴上。姐姐不会生气吧？我们婉儿生来不凡，戴什么都好看，给她就是暴殄天物。前世我早已习惯爹娘的偏心，但这一世我不会再忍。不好看，不过既然你喜欢，那就跟以前一样送给你。姐姐，我就是看你的嫁衣和簪子比我的好看，想试试。你不喜欢，我不试了就是。这么喜欢穿我的嫁衣，是想替我嫁给3皇子吗？崔嬷嬷还在这里呢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从小到大，给我和沈婉儿的白玉镯、云锦、珠花，她说想都试试，娘便把我的那份都一起给了她。她说忘了还，娘便由着她忘，最后唯一还给我的，只有这件蹭了胭脂、踩了泥印的嫁衣。姐姐何故装作一副吃疼的样子，让娘难堪？求嬷嬷回宫复命时，千万替我姐姐遮掩一二。姐姐她只是恼我，不是恼这门亲事，更不是恼娘娘的恩典。我的婉儿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这孩子就是心太善。姐姐，你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婉儿绝不反抗。二姑娘快起来，地上凉，我不愿嫁。嬷嬷来时说得清楚，娘娘赏2根簪子给家母，作为3皇子和6皇子定亲出礼。如今嫁衣我没穿，2根簪子都在妹妹头上，那妹妹就是想要2门亲事都接了。定亲出礼我没有接，嫁衣也并非我所穿，这桩婚事臣女不敢冒礼。你给我住嘴！不过就是根簪子嘛！不过就是根簪子，老奴本不该多嘴，但娘娘当日说得明白，发簪为定，2位姑娘各定各的亲，如今穿的戴的都在二姑娘头上，二姑娘是想忤逆娘娘。我不是，姑娘家一间闹着玩的，婉儿也是好心想着帮忙试一下。二姑娘，嫁衣是宫里绣娘按着大姑娘的身尺裁的，你的身量比大姑娘矮上1截，能替她试什么？前世，沈婉儿试穿我的嫁衣，珍珠被勾掉，下摆脱线染灰，最后还给我时，领口胭脂印也没洗干净。真是上不得台面。娘，婉儿把我的嫁衣弄成这样，我怎么穿着出嫁？多大点事，你妹妹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总不能让你妹妹穿着脏了的嫁衣出嫁吧？前世我百般迁就忍让，如今才明白，原来不是不能争，只是前世我太懦弱，不敢争。崔嬷嬷，臣女斗胆，想请嬷嬷回向娘娘传句话。大姑娘请讲。请嬷嬷禀告娘娘，臣女不敢高攀3皇。沈清长，你退了3皇子的亲事，那婉儿怎么办？她一个人嫁过去，谁还能帮衬她？难道我嫁过去只是为了帮衬妹妹？那不然呢？沈夫人，娘娘赐婚是恩典，可铸就是你情我愿的。既然大姑娘不愿，老奴就回宫复命。嬷嬷，那我的亲事会不会有影响？这事儿娘娘自然会妥善处置。嬷嬷言重了，姑娘家一时好奇，闹着玩罢了。婉儿也是心疼姐姐，想着宫里送来的嫁衣有一贵重，若哪里不合身，好些看出来也好改。婉儿不好，婉儿只是想着替姐姐分忧。姐姐自小不爱这些繁复衣裳，若哪里勒着犯着，出嫁那日岂不受罪？婉儿没想那么多。二姑娘的心善，倒叫老奴长见识了。宫中绣娘给皇子妃裁嫁衣，肩、胸、腰、臂长、裙长，连凤冠戴上后领口露几分都有定数。大姑娘的身量，老奴近日前便合过，二姑娘比大姑娘矮1截，肩也窄，
腰身更细，你穿上去，肩线塌着，袖口垂着，裙摆拖着，这样的衣裳，你能替大姑娘试出什么？是她出嫁时会不会被自己的嫁衣绊倒吗？嬷嬷，婉儿年纪小，不懂宫里的规矩，不懂规矩，沈夫人也不懂吗？这嫁衣是皇后娘娘命宫中绣娘连夜改制，给三皇子妃的体面。针脚用的是宫中制式，纹样有内造记录，送出宫时也有册子记名。如今到了沈府，定亲的簪子戴在二姑娘头上，皇子妃的嫁衣也穿在二姑娘身上，还被踩脏勾线。沈夫人一句闹着玩，是要让老奴回宫禀告娘娘，沈家姑娘拿皇后恩典闹着玩吗？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只是想帮你。帮我？沈婉儿，所谓的帮我，就是抢我簪子，毁我嫁衣。二姑娘既说替姐姐试嫁衣，那便请二姑娘说说，这嫁衣哪里不合大姑娘身？肩宽差几分，你倒是说个数，裙长该收几寸，领口可须改。婉儿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试一试的嫁衣又怎么了？姐妹之间难道还要分得这样清楚？从前每次都是用亲情逼迫我让着沈婉儿，属于我的东西我不会再让出去了。清堂，你是姐姐，婉儿年纪小不懂事，今日这事儿若传进宫里，她这一辈子就毁了，与我何干？清堂，你闹也该闹够了，你是姐姐，三皇子府也不差，你嫁过去好好侍奉三殿下，将来婉儿嫁给六皇子，你们姐妹在皇家彼此照应，这才是正理。所以母亲的意思是，只是为了将来替沈婉儿在宫中铺路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母亲方才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沈婉儿要嫁六皇子，怕无人照应，所以我这个姐姐便该嫁给三皇子。我的嫁衣可以给她试，我的簪子可以给她戴，我的亲事也能变成她的帮衬。姐姐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两只定亲簪子都在你头上，按我申亮才的嫁衣也穿在你身上。沈婉儿，你若没有，今日这一身是谁逼你穿的？婉儿不过是爱美，哪里想得到这些？清堂，你非要把你妹妹往死路上逼吗？母亲，皇后娘娘赐下的东西，在沈家就是给沈婉儿爱美用的吗？沈夫人，老奴今日算是长了见识。嬷嬷，方才是我一时情急，说差了。清堂与婉儿都是我的女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哪有偏着谁的道理？手心手背是不是肉，老奴不敢评断，只是皇后娘娘赐下的簪子，宫中绣娘赶制的嫁衣，两位皇子的婚事，在沈家竟都能拿来姐妹间闹着玩，这话老奴得回宫如实禀明。嬷嬷，沈夫人不必多言，此事牵涉皇后娘娘恩典，也牵涉三皇子与六皇子的体面，老奴做不得主。嬷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贪玩，求嬷嬷不要告诉皇后娘娘，姐姐也只是同我置气，她不是有心的。二姑娘到此刻还觉得是在替大姑娘认错，我不是冥顽不灵。大姑娘，今日之事，皇后娘娘自会处置，你且等宫中消息。臣女恭送嬷嬷。沈清堂，您刚才掐我那一下，怕是已经淤青了，所以这一巴掌我不能白挨。你还敢顶嘴？逆女，你怎么敢打你妹妹？我为什么不敢？娘，姐姐疯了，姐姐她要打死我！从小到大，你就是这么哭的。我的心耳对，你哭着说也想试戴，转头带去赴宴，说取不下来了。我没有。江南送来的软烟罗，你哭着说喜欢我的那匹，娘便拿去给你裁春衫，可那是外祖母留给我的。多大点东西，你竟记到现在？我当然记得，10岁生辰的玉镯，你说戴1日就还，后来摔碎了。13岁那年，父亲给我寻来的琴，你说想摸一摸，转头划断了弦。姐，我那时年纪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试探我的簪子，不是故意试穿我的嫁衣，不是故意弄脏弄坏。你闭嘴！婉儿身子弱，性子软，你做姐姐的让一让又如何？这些年家里断过你吃穿吗？没有断过吃穿，所以我就该把婚事也让出去。东西让了，衣料让了，首饰让了，连嫁衣都能让。下一步呢？是不是我这条命，只要沈婉儿哭一哭，我也该让给她？你说
的是什么混账话？你如今翅膀硬了，连娘都敢忤逆。那正好，从今日起，我也不想再做那个任你们搓圆捏饼的沈清堂。沈清堂，你在人前装的温顺贤淑，本王竟不知你私下里是这副嘴脸。三殿下，你来得正好。你瞧瞧他今日是疯了，连亲娘亲妹妹都敢动手。殿下，救救我！婉儿不过是想替姐姐试一试婚服，怕哪里不合山，惹娘娘不喜。可姐姐她恼我，老娘偏疼我，便要打死我。前世燕觉明伪装得很好，一直和我扮演令人艳羡的恩爱夫妻，只在我临死前才撕开伪装，露出嫌恶。难道燕明也重生了？我知道姐姐不愿嫁三皇子，心里委屈。可婚事是娘娘的恩典，婉儿又能怎么办？姐姐若气不过，打我骂我都成。可她不该在崔嬷嬷走后这样发作，若传出去，岂不是连殿下和娘娘都要被人议论？够了，婉儿心善，处处替你遮掩，你却不知感恩，反而仗着长姐身份欺辱她。沈清堂，你这般善妒刻薄，怎配得上皇家的门楣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殿下，姐姐这样看着我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有本殿在。沈清堂，本殿从前只当你沉稳懂事，没想到不过一桩婚事，便让你露出这等恶毒本性。婉儿自幼让着你，你却连一件嫁衣都容不下她碰。今日若非本殿亲眼所见，还真要被你骗过去。殿下说完了吗？你还想做什么？我只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殿下既然这般心疼沈婉儿，又这般厌恶我，为何要娶我而不是娶沈婉儿？殿下，姐姐还在怪我。别怕，沈清堂，本殿知道你心中有怨，可你闹也闹了，打也打了，总该适可而止。婚事不是儿戏，母后既有意将你许给本殿，你便该安分守己。殿下方才没听清，我不愿嫁。你不愿？沈清堂，你别忘了，你从前是怎么盼着嫁给本殿的？殿下说的是，清堂就是一时糊涂，她从小最懂事，绝不会真违逆娘娘和殿下的意思。娘替我应得倒快，只要你今日向婉儿赔罪，本殿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至于婚事，本殿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体面。体面？前世我为他操持府中上下，为他挡过明枪暗箭，临死前听见的也是他一句我不如沈婉儿。我只是想告诉殿下，从今日起，我与殿下的婚事再无半分可能。前世我太想做一个好妻子，太想在他眼里求一点认可，可如今我不想退了。沈清堂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曾经把殿下看得太重。殿下，好，沈清堂，本殿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几时。婉儿，你脸还疼不疼？快让娘瞧瞧。娘，我好疼，姐姐方才打得好。方才沈夫人掐我时，指甲几乎陷进肉里，她怕我在崔嬷嬷面前多说一个字，怕沈婉儿受半分牵连。如今沈婉儿只落几滴泪，她便疼成这样。老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清堂今日真是疯了，当着崔嬷嬷的面闹，又打了婉儿，还顶撞三殿下。沈清堂，今日这场闹剧是不是你起的头？父亲若问的是崔嬷嬷亲眼所见的事，那便不是。你还敢顶嘴？老爷，他如今一句软话也不肯说，像是铁了心要毁了婉儿。爹，都是婉儿不好，姐姐若恼我，打我便是，千万别因我坏了家里的大事。来祠堂。老爷，清堂他今日才……他若还知道自己姓沈，就该去祖宗面前好好想清楚。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当着崔嬷嬷的面闹那么一出，可曾想过万一皇后娘娘迁怒沈婉儿怎么办？那爹可曾想过，定亲的簪子都戴在沈婉儿头上，
宫里送来给我试穿的嫁衣，最后却穿在沈婉儿身上。若不是我开口，今日被治罪的未必是我一个人。住口！你以为自己占了几分理就能不顾全大局？沈家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拿着一点委屈在外人面前撕自家的脸。原来在爹眼里，这些只是一点委屈。清堂，你是姐姐，沈婉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也单纯，有些事做得不周全，你多担待些便是。我是姐姐，要让着妹妹，这话困了我一生。三皇子虽不如六皇子得皇上宠爱，可到底也是皇子，你嫁过去仍是皇子妃，哪里委屈了你？既然不委屈，爹为何不让沈婉儿嫁？胡闹！皇上最疼爱的便是六皇子，沈婉儿若能嫁入六皇子府，是沈家天大的福分。沈家日后的前程，多少都记在这门婚事上。所以我就该嫁给三皇子，只是为了替沈婉儿铺路。不是铺路，是成全沈家。两门婚事本就是皇后娘娘的恩典，你妹妹嫁六皇子，你嫁三皇子，沈家与两位皇子都有姻亲，这才最稳妥。你今日一闹，若三皇子退亲，皇后娘娘再恼了沈家，婉儿的婚事怎么办？沈家的荣辱怎么办？所以父亲的意思是，我若不嫁三皇子，便是毁了沈婉儿一辈子，也是毁了沈家。清堂，话不要说得这样难听。你妹妹自小身子弱，心思单纯，你忍心看她独自在皇家周旋？那我呢？我就活该成为沈婉儿的垫脚石吗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姑娘家愿不愿意？既如此，沈婉儿也是沈家的姑娘，三皇子到底也是皇子。父亲方才亲口说的，那为什么不能让沈婉儿嫁过？胡闹！哪里胡闹？是三皇子配不上沈婉儿，还是沈婉儿配不上三皇子？你妹妹怎么能嫁三皇子？清堂，父亲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六皇子那边……依父亲所言，六皇子这么好，那我也想嫁给六皇子。沈清堂，从前我的首饰、衣裳，先生夸我的诗文，都可以给沈婉儿，连我受委屈，也要说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不懂事。如今连我的亲事，也要给她让路。这是家里替你们姐妹筹谋，筹谋到最后，好的都归沈婉儿，不好的都归我。父亲，这不叫筹谋，这叫明知道偏心，还要我跪下来谢恩。你到底要如何？不嫁。哼！清堂，父亲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三皇子这门亲事，你认不认？不嫁。好得很。既然好好同你说，你听不进去，那就在这儿好好跪着。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放你出来。他们都在等我像从前一样拍门认错，哭着求原谅。若沈家祖先有灵，也该睁眼看看他们的后人是如何教养女儿的。从小到大，我被关进来无数次，每次都是饿得受不住了，哭着保证再也不跟妹妹争，他们才肯开门。这一次，他们大概还等着我低头求饶，但我不会了。啊！崔嬷嬷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大姑娘身子不适，怕是不能见客。清谈这几日偶感风寒，正在静养。皇后娘娘若有吩咐，臣自当转告。皇后娘娘口谕，请沈家大姑娘入宫赏花。沈大人是要替娘娘择人，还是替沈大姑娘回绝？嬷嬷误会了，哪里敢回绝娘娘？只是清堂这孩子这几日实在是感染了风寒，怕冲撞了娘娘。不如让婉儿陪嬷嬷走一趟。婉儿素来乖巧，最懂规矩。娘，姐姐病了，婉儿愿替姐姐入宫向娘娘请罪，只求娘娘不要怪罪姐姐。皇后娘娘请的是沈家大姑娘，不是沈二姑娘。沈夫人这话，老奴不敢带回宫里。嬷嬷，内宅小事，实在不便惊动娘娘。清堂性子执拗，臣正让她闭门思过，等她想明白了。闭门思过，
沈大人方才不是说大姑娘偶感风寒，正在静养吗？是风寒严重，便让她在祠堂里清静清静。开门！不可，里头阴冷脏乱，嬷嬷金贵之躯怎能进去？清堂如今形容憔悴，实在不宜见人。阴冷脏乱，如何能养病？老奴奉皇后娘娘口谕而来，沈夫人百般阻拦，是怕老奴见沈家大姑娘，还是怕皇后娘娘知道什么？开！大姑娘，清堂，你这孩子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姐姐，你快同嬷嬷说清楚，是你自己不肯用饭，不关爹娘的事。你若还恨我，等你好了，我任你打骂。沈夫人的意思是，沈家大姑娘在祠堂里不见天日，饿成这副模样，全是她自己不懂事。嬷嬷慎言，清堂是我的女儿，沈家自然不会害她。沈大人这话留着入宫向娘娘说吧。皇后只请沈家大姑娘入宫赏花。娘娘厚爱，沈家上下感激不尽。清堂能得娘娘召见，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凭什么？娘娘为什么只请姐姐？我也是沈家的姑娘，我也在正厅见过崔嬷嬷，我也……二姑娘，慎言！娘娘请谁不请谁，自有娘娘的道理。还不退下！娘娘恩典在前，岂容你胡闹？婉儿，别说了，先别说了。清堂，你身子怎么虚成这样？祠堂阴冷，你也不知叫人说一声。多谢嬷嬷扶我，娘娘相邀，臣女不敢失仪，还请容臣女回院整理片刻。大姑娘能这样想，很好。该梳洗，该梳洗，快送大姑娘回院子，好生伺候，莫误了入宫的时辰。姑娘，别哭，扶我回去梳洗。小姐，这些伤，您就这样去见皇后娘娘吧，不用多说，娘娘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您这些日子受了多少委屈。春云，我是奉皇后娘娘口谕进宫赏花，不是进宫告状。可您若不说，谁替您说？皇后在宫里多年，什么样的可怜人没见过？若只会把伤摆出来求怜惜，今日她或许会心软，明日却未必会高看我一眼。可奴婢心疼小姐。傻丫头，心疼留在家里疼，到了宫里要让人看见的是沈清堂还站得稳。小姐，姐姐身子不好，我不放心姐姐一个人进宫。清堂，你妹妹心细，又惯会说话，有她陪着你，也免得你在宫里失了分寸。皇后娘娘口谕，请的是我，你如今还要同家里计较这些？婉儿也是沈家的姑娘，也和六皇子定亲了，进宫见见皇后娘娘有什么不妥？姐姐若是不愿意，我便不去了。只是姐姐刚从祠堂出来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既然沈二姑娘有这份姐妹情深，便一同去吧。多谢嬷嬷。二姑娘既要同行，进了宫便谨言慎行。凤仪宫不是沈府，哭一句求一句，未必都有人接着。嬷嬷放心，婉儿最懂礼数。时辰不早了，大姑娘先收拾下着装，就随我一同入宫吧。娘娘，人带来了。臣女沈婉儿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方才一进院子，臣女还以为误闯了王母娘娘的瑶池呢。这些牡丹花在娘娘手里，倒比在枝头上还要精神几分。免礼。娘娘，姐姐这几日身子不大好，若在娘娘跟前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求娘娘千万不要怪罪。臣女不敢劳妹妹替臣女担责。入宫面见皇后娘娘，臣女自当谨言慎行，若有不妥，自请娘娘责罚。娘娘，姐姐以前在家中最是听话，只是近来因着心事，心里难。本宫问你了吗？臣女失言。沈清堂，臣女在。你妹妹说你柔顺听话，本宫瞧着却不尽然。臣女从前所学，就是女子当守礼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，柔顺也好，
听话也罢，都不该越过李氏。那你今日施粉黛，是为了遮丑，还是为了守礼？都有。臣女身上有伤，面色也不好。若蓬头垢面入宫，是拿自己的狼狈污了娘娘赏花的兴致；可若一味粉饰太平，又是欺瞒娘娘。臣女能做的，不过是把自己收拾得不失体面，再由娘娘亲自看。亲自看？是，看臣女是否知礼，也看臣女是否值得娘娘再问一句。好一个，值得本宫再问一句。起来吧，闭上凉，别回头又说本宫苛待了沈家二姑娘。谢娘娘恩典。把新开的牡丹呈上来。既是来赏花的，总不能只站着说话。本宫今日倒要看看沈家两位姑娘赏花，赏出的究竟是颜色还是规矩。这盆牡丹今早才送来，开得倒盛，只是花开得太盛，枝子容易折。你们说是该用金丝缠着扶起来，还是索性剪去几朵，免得累了根本？娘娘凤仪宫里的牡丹自然与平处不同，花开得越盛，越显娘娘福泽深厚。臣女认为，定要用最好的金丝玉架找去护着，叫它一直这样开下去才好。沈清堂，你觉得呢？回娘娘，花开有时，盛极有度，枝子能成多少花，根能养多少色，本就有定数。若只顾一时好看，强用金丝扶着，外天虽体面，里头未必受得住，倒不如剪去累赘，留其根本，来年还能再开。姐姐说的也太冷清了些，花季开了剪去岂不可惜？况且娘娘宫里的东西哪有受不住的道理？宫里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受得起。娘娘前些日子赏下去的2根簪子，原也是极好的东西。娘娘恕罪，那日都是臣女不懂事，姐姐疼我，我也只是同姐姐玩闹，一时贪看簪子好看才戴在头上。后来嫁衣也是姐妹间闹着玩的。不要把越界欺负说成姐妹情深玩闹，旁人便不好追究。若我追究，便成了刻薄。沈清堂，你妹妹说是玩闹，你怎么说？回娘娘，臣女不敢说沈婉儿存心如何。姐妹之间，寻常钗环衣裙，若长辈准许，借看借戴，原不算大事。可娘娘所赐的簪子，不是寻常钗环，那是2位殿下婚事的信物。嫁衣也不是寻常衣裙，是宫中绣娘按臣女身量所制，关乎礼数与名分。若这些也能以玩闹2字带过，什么才算规矩？姐姐，我又没想抢你的。沈婉儿，本宫问的是沈清堂，你急什么？你既说规矩，那本宫问你，若本宫赏你的东西被旁人戴了，本宫为你定下的嫁衣被别人穿了，你心中可怨？臣女不敢怨娘娘，更不敢怨恩典。臣女知道赏赐有归属，婚约有名分，属于臣女的，臣女不该随意推让；不属于臣女的，臣女也绝不敢冒领。姐姐，我只是喜欢那2只簪子，才戴了一会儿。你若不高兴，我还你便是。可3皇子与6皇子的婚事是长辈们商议的，哪里就成了我冒领？好一个不敢冒领！沈清堂，你说不敢冒领不属于你的亲事，那你倒说说，这门亲事若重定，你想要什么？回娘娘，臣女从前听从父母安排，是因婚姻大事本该由长辈做主，可如今2根簪子2门亲事都牵扯得不清不楚，臣女不敢再糊涂点头。姐姐，娘娘问你想要什么，你何必说这些赌气的话？女子哪有不嫁人的？姐姐是不是还在怪我那日不该试穿嫁衣？若姐姐心里难受，婉儿给姐姐赔罪便是。只是皇后娘娘赐婚是天大的恩典，姐姐这样说，岂不是让娘娘为难？沈婉儿，臣女在。本宫问的是沈清堂。娘娘，臣女不是不嫁，只是不愿再被人一句你是姐姐，便推到谁都不愿要的位置上。你倒不像你这个年纪的姑娘。若本宫偏要今日给你指一门婚事呢？臣女不敢抗旨。有意思，旁人到了本宫跟前，恨不得把一点委屈说成天塌了，好换个更好的前途。你倒好，送到面前的梯子也不肯爬，梯子若不是臣女该爬的，爬上去也会摔下来。哼！沈二姑娘，
刚才夸本宫这牡丹开得好，偏殿里还有几盆新供的瑶皇位子，你带她去瞧瞧，赏她一盆带回去。娘娘，我……沈二姑娘，请吧。你在这里等等。皇后特意支开沈婉儿，绝不会只是让我在这里吹风。沈家大姑娘果然比传闻中沉得住气。臣女见过六殿下。不必多礼，今日是母后赏花，不是朝会。娘娘让我等的人是六殿下。是。臣女不明白，六殿下身份尊贵，若要议婚，自有皇后娘娘做主，何必私下见我？你不明白，还是不肯明白？沈清堂，今日母后问你可愿嫁，你没有顺势求她赐婚。你若只是想从沈家脱身，嫁给我，是眼下最快的一条路，你却没有开口。臣女不愿再被人推着嫁给谁，并不代表臣女会急着抓住另一门亲事。所以我来了。有些话，母后替我问不合适，只能我自己问。六殿下想问什么？你恨燕绝明吗？也恨沈婉儿，恨沈夫人，恨沈大人，恨他们把你的东西一件一件拿走，又要你笑着说不疼。六殿下慎言。我知道你回来了。六殿下这话，臣女听不懂。沈清堂，上一世我也以为你嫁给燕蝶明是真心喜欢的，我以为你幸福，所以错过了。他说他跟我错过，可前世什么时候我认识的他？那六殿下今生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想要你活得好。这是我的贴身之物，日后有人拿规矩压你，你可拿它出来。沈清堂，我知道你如今不信任，我今日来不是逼你选我，是告诉你，你可以多一条路。六殿下，你既然知道前世，便该知道我曾经把半生都赌在一个人身上，所以今生我不想再把命交到谁手里，哪怕那个人是你。好，你不交，我不拿。若皇后娘娘真有意赐婚呢？你若需要这门婚事替你挡沈家挡三哥，我便在；你若暂时不想嫁，我也能等。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你亲口愿意。只是盟友。好，只是盟友。六殿下，合作愉快。沈清堂，合作愉快。臭小子，这个时候还装矜持，早上可是对我软磨硬泡的要招人进宫。你指？宫中车驾，宫中车驾到了！回来了，娘娘说什么了？爹爹何必多问，宫里的赏赐和赐婚懿旨不都跟着回来了吗？皇后娘娘懿旨，沈家大姑娘沈清堂接旨。皇后赞沈家大姑娘温良端方，知礼守节，赐婚于六皇子燕锦行，待择吉日完婚。沈清堂接旨谢恩。臣女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娘娘另赐了些首饰衣料，吩咐送到姑娘院中。有劳公公，快请里面奉茶。不必了，娘娘还等着回话。这些赏赐可要先入库登记。皇后娘娘赏给沈家大姑娘的东西，自然送到沈家大姑娘房里。夫人若要登记，问过大姑娘便是。前世沈婉儿就是带着这副头衣嫁进六皇子府，那时我穿着被他试坏的嫁衣，嫁给了燕绝明。清堂，这头庙太贵重，你年纪轻，怕是压不住，不如先由娘替你。方才宫里公公说了，娘娘赏给大姑娘的东西送到大姑娘房里。一个丫鬟也敢顶嘴？春云说错了吗？沈夫人，懿旨方才刚到，宫里的人还没走远，把东西收好。皇后娘娘的赏赐一样也不许省。恭喜姐姐，姐姐得皇后娘娘亲眼，又得赐婚六皇子，往后必定前程似锦。从前是妹妹不懂事，惹姐姐生气，如今姐姐有了这样好的归宿，妹妹替姐姐高兴。娘，我有些累，先回去了。婉儿，你……姑娘，赏赐都在，
奴婢会守好，守好东西，也守好门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。别哭，伤会好，糊涂才不会。小姐，您身子还没养好，外头风大，骨头都要淌酥了，去后院走走。若无人放行，外男绝不可能入后院。沈清堂，殿下这样拦着我，不怕传出去坏了规矩？本王今日来，不是同你争这些。那殿下来做什么？这些日子你闹也闹够了。沈清堂，你不必用这种法子气本王。本王承认，之前对你说话重了些，也被婉儿的事扰了心神。所以呢？那个，本王愿意娶你。什么？我说我愿意娶你，你就别跟婉儿抢六弟了。三殿下若是记性不好，不妨让宫里的人再将懿诏念一遍。臣女如今的婚事是皇后娘娘亲赐，本王自然知道是母后赐婚。沈清堂，你少拿母后来压我。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提醒殿下，皇后娘娘赐的试婚，不是沈家库房里的料子，今日才给姐姐，明日拆了给妹妹。你明知道婉儿心里喜欢六弟，你从小让着她，如今不过是一桩婚事，何必闹到不可收拾？殿下说错了，不是我从小让着沈婉儿，是沈家的人从小教我，凡是她想要的我都该让，可如今我不想让了。你非要跟她争？臣女没有跟任何人争，倒是殿下一口一个让我别抢六殿下，一口一个愿意娶我，听着倒像六皇子妃的位置早已是沈婉儿的囊中之物。这话若传到凤仪宫，殿下觉得皇后娘娘会怎么想？你威胁我？沈清堂，你别忘了从前你是怎么待我的。从前如何已与今日无关，如今臣女与殿下男未婚女未嫁，却各有婚约，殿下再拿从前说事，若叫旁人听见，坏的是谁的名声？若殿下真觉得赐婚不妥，大可进宫跪在凤仪宫外，请皇后娘娘收回懿旨，改赐沈婉儿与六殿下，再将臣女改赐给殿下。只要皇后娘娘点头，臣女绝无二话。三殿下若没有旁的事，臣女便先告退了。沈清堂，你当真以为有皇后娘娘撑腰，本王就拿你没办法？三殿下想如何？你是不是觉得赐婚懿旨一下，你就稳坐六皇子妃的位置了？沈清堂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京城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六弟的婚事，又有多少人不愿看到你风光嫁进六皇子府？三殿下慎言。慎言？你从前在本王面前可不是这样。从前是从前，三殿下若还记得从前，更该知道我不愿意的事，逼到最后也不会如你所愿。你不愿意，那婉儿呢？三殿下既然这么惦记沈婉儿，不如去同皇后娘娘说，你愿意娶她。清堂，你非要把话说得这样难听吗？三殿下还是称臣女沈清堂吧。好得很。本殿今日好声好气同你说，是念着往日情分。既然你不领情，以后出了什么事，可别怪本殿没有提醒过你。臣女不明白三殿下的意思。不明白也好，毕竟离大婚还有些日子，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意外。燕明堂记的前世，他真的也重生了。小姐，您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三殿下又说了什么难通话？春云，从现在起，我屋里的东西不许再随便入口，茶水、点心、汤羹药都要问清从哪里来，谁经受，尤其甜羹补汤。小姐是说有人敢在沈府里害您？那这药到了，身子可以慢慢养，命和名声丢了就捡不回来了。上一世我总等别人给我公道，等到最后只等来一句下辈子绝不娶我。这一世我不等了。燕锦行，是我。六殿下，沈府是没有门吗？有，但从正门进来，明日半个沈府都会知道我来过。三哥今日又来找你了？殿下消息到灵通。不灵通不行，我答应过你要帮你的。殿下打算怎么帮？
饮食最易动手，出行最易制造意外，名帖最易把你引出神府。三哥不能明闯内宅，却能借别人之手。所以宴请、诗会、赏花、拜帖，不能只看谁送来，还要看谁最希望我去。神府里有人怕你出错，神府外有人等着接手，内外一合，你就会被推到不得不认的局里。若有急事，把它挂在窗边，我在神府外能看见。六殿下常在神府外？不常，但这几日会常。被发现就说我仰慕未婚妻，夜不能眠，反正丢脸也丢不到你头上。东西我收，但不是让殿下替我挡所有事。我要的是并肩，不是托臂。沈清藏，你真是不肯吃一点亏。吃过太多了，所以以后不吃了。好，你做主，我听你安排。要我做什么？这是神府外头，这是内宅，燕之明不能次次亲自进来，所以他要借别人的手。你身边的人，你每日会去的地方，你会碰的东西，才是缺口。名帖、衣料、首饰、香囊、帕子、传话，甚至茶水饭食，都比三哥本人更危险。你连这些都记得这么清楚？不记清楚，怎么知道他们会从哪里伸手？我不是做局，我是活够了别人替我安排的局。人、物、路，人不能全动，免得打草惊蛇；物可以查，外头送来的先别上身；路最麻烦，你不出门，他们会逼你出门。所以不能指防，要让他们以为我还没察觉。他今日威胁我，也是试探。他若急得落子，便会留下痕迹。现在缺什么？食物。没有食物，我说他要害我，也只是空口无凭。最容易、最不惊动人的是饮食。小姐，厨房送了甜羹来，说夫人吩咐您夜里用些，养养身子。小姐还没歇，这甜羹刚熬好，奴婢摸着碗沿还烫呢。谁让送的？内宅照例送的。夫人吩咐过，小姐这些日子要好生养着，厨房每日晚间都备一碗。奴婢从小厨房一路端来的，中间没敢离手。不是以你，先搁在这里。别喝。你去外头守着，若有人来，就说我已经睡下了。这碗东西来的真会挑时候，有毒。不是，是桂花。你不能沾桂花。不是不能沾，是吃不得。先起疹，从颈侧到脸上红肿，痒得恨不能抓破皮。吃多些，喉间会紧，喘不上气。会要命。死不了，至少这点桂花死不了。可脸肿成那样，别说入宫赴宴，便是见家里人也见不得。几日能好？快则3、5日，慢则7、8日。若呼吸不顺，夜里还得有人守着。燕觉明若要你的命，不会用这么轻的法子。他当然不会。桂花过敏，沈家知道的人不多。小时候我误吃桂花膏，半夜起疹喘不过气，沈夫人只嫌我事多，后来还是春云守了我一夜。他们要你病，要我病得刚刚好，不能死，不能轻，最好满府皆知我不能见客，不能出门。近日你有什么必须露面的地方？宫里暂时没有传召，沈夫人倒提过几回，说我得了皇后青眼，该多出去走动，别叫人觉得沈家女儿不懂礼数。沈夫人倒会替人铺路，她或许只是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让沈家长脸的机会。可若有人借了她的这份心思呢？想到了，还不能确定。但若是那一场我缺席，便不只是少露一次脸。是什么？诗词会，侯府盛老夫人办的，请京中贵女与几位皇子宗亲。若你那日病了，人人都知道你闭门养病不能赴会，会如何？沈夫人会替我告罪，沈婉儿或许会去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你病，而是你不在。我病了，沈清堂便不该出现在诗词会上。可若那日偏偏出现了一个沈清堂呢？好狠毒！他们不是要我死，是要把我锁在沈府，锁到某个我必须露面的时辰之后。你要顺着他们？不顺着，怎么让他们放心？这东西不能碰了，万一真出事怎么办？我不吃它。他们想看见我不能出门。装病？骗不过所有人，
所以还缺一个能让所有人闭嘴的人。明日清晨，只管让春云去请大夫，来的人会知道该怎么说。沈家大姑娘误食相冲之物，邪风入表，才会发出红疹。所幸发现的早，不曾伤及根本。那要紧吗？最忌见风，也忌劳累，至少7、8日不可出门，更不可去人多处。若强撑走动，怕是脸上也要留痕。奴婢记下了，小姐的脸可万万不能留痕。真是风疹，大夫都说了，7、8日不能见风呢。今日圣老夫人的诗词会，大姑娘岂不是去不成啦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小心？今天圣老夫人办诗词会，就靠你去长脸了。我都跟人家说了，你肯定会去。小姐，大夫说不能动。娘，女儿怕是去不了了。你这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女儿也不想病。罢了，你好生养着，今日别乱走，免得病气过给旁人。记住，既然病了，就安分待在屋里，别再闹出什么事，让沈家跟着你丢人。圣老夫人的诗词会，就是他们选的地方。他们费心让你起诊，偏偏今日有诗词会，若你不去，那里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沈清堂。燕绝明要的不是我的命，是我的名节。既然他们最怕我出现，我偏要去。你想怎么去？不能从正门走，也不能让人认出我的脸。外头看不清里头，里头却能看清外头。再用这张帖子外放7品官家的远房表小姐，身份干净，没人认得。若撑不住，递个眼神，剩下的我来。这一次必须我自己站在那里。好，那我不拦你。马车不从沈府门前走，后墙下有人接应，你从小径过去。春云留在屋里，守住你病着的样子。奴婢知道，若夫人再来，就说小姐刚喝药睡下了。若有人硬闯，你就哭，哭得越慌越好，让他们更信小姐病得厉害。是。这位姑娘，可要小生扶你上车？殿下这本事，若用在正途之外，怕是京城无人能防。我现在用的，不就是正途？李大人外放青州，家眷在京，他家远房表小姐新近投亲，鲜少露面。你用这个身份进去，沈家以为你还在有病，侯府也不会想到沈清堂。那你呢？诗会不让带下人，我化作另一路人，才不惹三哥疑心。进门后，先随人流去花厅、水系。有人领你去僻静处，不去；有人递茶酒，不碰。离人群越远，越容易出事。怕吗？怕有什么用？若真撞上燕绝明，你不能先露面。我先看清他要把罪名扣到谁头上。若你来不及，那就我来。入府后，不到必要时，不要叫我的名字。若要寻我，就往人最多的地方走。沈清堂，你今日若赢了，三哥大概要气疯。那就让他疯。李家远房表小姐往花厅去便是。沈家大姑娘果真不来了，听说病了，脸上起了疹子，吓人的很。好端端的，偏偏今日病了。她同六皇子定了亲，心里未必高兴。先前她不是一直追着三皇子后面跑吗？人是六皇子的人，心是不是可就难说了。任婉儿怎么还没到？不是说她姐姐病了，她要替她姐姐来吗？你来得倒快。殿下若再绕2圈，
就要被人当成偷听诗句的小贼了。名册我看过了，我不在席上。所有人都以为沈清堂病在沈府。我从前院过来，听见侯府内宅临时换了2处引路的人，女眷歇脚的暖阁不用了，改到东侧偏院。偏院外多了人守着，却留了一条通往前厅的小径。还有三哥已经到了，不在诗会席上，说是给盛老夫人请安，被请去后头歇茶。他们不是要让我失约，他们要让另一个人替你赴约。这一次我要他们把手伸出来，伸到所有人眼前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只想躲过去。殿下怕了？怕你受委屈，怕他们狗急跳墙，也怕我一时忍不住，先把三哥从偏屋里拖出来打一顿。先别动，你继续盯前院和偏院，我回席上。只要他们想让假身份坐实，就一定需要人证，需要声音，需要一个让所有人来不及怀疑的场面。我会在你看得见的地方，若经受的摔碎它。怎么了？那身衣裳像我。那身衣裳是量身定做的，不是巧合，是计划。前世沈婉儿就是穿着我的嫁衣走进三皇子府，这一世他们又让人穿着我的衣裳走进侯府，一样的把戏，只不过这一回我不会再站在台下。殿下，好戏才刚开始。他们倒是肯下功夫。不够，衣裳只能骗第一眼，若有人细看脸，或问他几句沈家的事，他未必答得上来。所以他们需要乱，需要一场所有人都不敢细看的乱。比如衣衫不整，比如男女纠缠，比如三皇子亲自抱着一个女子出来，只要有人先喊一句沈清堂替身局就成了。真聪明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以前太傻，原来他们太懂我从前的处境。沈家大姑娘是什么样的人不必看脸，穿越白衣低着头不争不抢，被人欺负了也只会忍着，只要摆出这个样子，旁人便会觉得那就是我。沈清堂，今日之后不会再有人用这个样子定义你。沈家大姑娘不是说病了吗？我方才好像瞧见一个像她的，可名册上不是没她名字吗？喜事来了，又不愿见人吧？他们要动手。何事喧哗？那衣裳，刚才名册上不是说沈家大姑娘没来吗？我说她怎么偏偏今日病了？原来是私会来了。可沈家大姑娘素来爱穿这样的颜色吧？燕洁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老夫人，我瞧三殿下这模样，莫不是被人算计了？三殿下怀里的女子究竟是谁？今日之事，是本王一时不察，叫人钻了空子。可她到底是女子，名节要紧，还请诸位看在本王的面子上，先替她遮掩一二。三殿下，您怀中这位姑娘究竟是？她是沈家大姑娘，沈清堂。三殿下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沈家大姑娘是皇后娘娘亲赐六皇子妃的人选，今日有生病在家，并未出现在侯府。你说她在此处与你可有凭证？老夫人以为本王愿意拿自己的清明玩笑吗？三殿下素来稳重，若非真有此事，怎会当众承认？今日诗会，本王不过受邀而来。清堂姑娘前日忽然前来请，说有要事相商。本王念着与她旧日情分，又想着她如今已被母后赐婚6弟，若真有难处，也该劝她宽心。谁知一进此处，香气便不对，待本王察觉，已是晚了。他也是糊涂，年少情急，一时想岔了路，告白不成，便用了这等下作手段。可她至究是个姑娘家，若今日之事传出去，怕是连活路都没有。沈家大姑娘怎会如此？
燕平明没有明说我勾引他，却句句都在说我勾引他；没有明说我下药，却把罪名定死在沈清堂身上。沈家大姑娘不是刚得了六皇子的赐婚吗？怎么还惦记三皇子？从前她不是一直追在三皇子后面吗？兴许是后悔了，后悔也不能私会皇嗣，还下药啊！六皇子的脸往哪儿搁？沈家教出来的姑娘也太不知廉耻了。今日之事，错不在侯府，是本王不察，中了算计，也害老夫人的诗会蒙羞。本王愿亲自向侯府赔罪。至于清堂姑娘，本王会向沈家提亲。她名节已毁，若本王不管，她便只有一死。本王虽被她算计，可到底不忍见一条性命断送，还请诸位今日替她遮掩一二，待本王禀明父皇母后，求一个两全之法。好一个两全，让我背着勾引皇嗣下药失臣的罪名，变成燕明兄宽宏大量收下的污点。今日是我侯府设宴，不是任人藏污纳垢的地方。三殿下说自己遭人算计，沈家大姑娘说不定也有冤屈，谁是谁非，不是凭殿下几句话便能定的。老夫人这是不信本王。沈家大姑娘还从未露脸，今日在场诸位都看见了，事发在侯府，牵涉皇子，牵涉皇后娘娘赐婚，更牵涉沈家大姑娘清白。若不查个明白，明日传出去，便是我侯府纵着人在诗会上行苟且之事。老夫人要交代，本王自然会给。只是清堂姑娘如今衣衫不整，神志不清，难道老夫人要当众验看她的狼狈吗？都被三殿下爆出来了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三殿下到底仁厚，若真是沈家大姑娘做出这种事，六殿下那边可怎么交代？若我是沈家人，倒不如赶紧应下提亲，至少保住一条命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沈家的人到了。哪怕明知不该奢望，我还是想听他问一句：清堂是不是被冤枉？三殿下，此事可还有旁人瞧见？沈夫人放心，本王会尽力替清堂姑娘遮掩。遮掩要紧，姑娘家的名声不能毁，沈家的脸面也不能毁。原来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先想的仍是沈家颜面。若我真被毁了清白，他想的也不是替我讨公道，而是尽快把我塞给燕明明，把污点盖住。沈夫人放心，我不会叫清堂姑娘去死，只是六弟那边还要劳烦沈家一同解释。殿下肯担下此事，已是沈家感激不尽。六殿下那边自有我们去请罪。请罪？我这个人还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他已经替我认了罪。沈夫人，你连人都不看一眼，便认定这是你家大姑娘？夫人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既然三殿下愿意负责，何必再闹得人人难堪？沈清堂，三殿下留步。你是？殿下怀里的姑娘，真是沈家大姑娘沈清堂？当然，她与六弟定亲后，终日郁郁寡欢，今日又不知受了何人挑唆，做下糊涂事。本王念她可怜，才愿替她遮掩。姑娘问这个做什么？她怎么瞧着？老夫人，臣女沈清堂，因前些日子身子不适，今日原不该露面，只是听闻侯府诗会热闹，便戴了卫帽，在后头看了几眼。可臣女不明白，我人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三殿下怀中怎么又多出一个沈清堂？三殿下方刚当众说，怀中女子是我，说我对殿下告白不成，一时糊涂，还说要替我遮掩，不日向沈家提亲。殿下是皇子，一言一行皆有人听着。女子名节固然要紧，可皇子当众指认，
一个未出阁女子失贞，难道就不必有凭有据吗？本王自然是认得你的。殿下若认得我，那你怀里抱着的是谁？一个人总不能同时站在这里，又被殿下抱在怀里。沈家大姑娘说的是，三殿下，今日之事出在侯府，老身不能装聋不哑。若那女子不是沈家大姑娘，便更该查清楚她是谁，又是谁借沈家大姑娘的名声，在我侯府设下这等肮杂局。三殿下先前说的那样笃定，如今臣女就在此处，还请殿下当着老夫人和诸位的面说清楚。不是沈家大姑娘，那是谁？三殿下刚才说的那样笃定，莫不是认错了？认错？这种事也能认错？此事与你无关。方才殿下当着满院宾客的面说怀中之人是我，说我对殿下告白不成，一时糊涂。如今我本人站在这里，殿下却说与我无关。老夫人，今日之事本就不体面，此女无论是谁，清誉已毁。若再当众验看，岂不是逼她去死？决明先带她离开，待查明缘由，改日必亲自登门赔罪。殿下方才可是说过，今日一事遭人算计，侯府失贿，总要查清是谁在侯府下药，是谁借侯府的地方毁人名血。沈清堂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只是要一个清白，殿下能当众指我，自然也该当众说明。难不成殿下的名声是名声，我的名声就不是？沈家大姑娘说的也有理，若今日她没来，这罪名岂不是扣死了？侯府办诗会，竟有人敢在这里设局，确实该查。老夫人，决明今日失礼，改日定备厚礼登门。只是此女神志不清，实在不宜久留。三殿下，今日是在侯府，我侯府好好的诗会，被人闯出这等阿萨事。若今日让三殿下就这么抱着人走了，明日满京城便会说我侯府任人下药，任人藏奸，还替人遮掩丑闻。老夫人慎言。该慎言的不是老身，是在我侯府口口声声只认沈家大姑娘的三殿下。门先关上。既然沈家大姑娘就在这里，那三殿下怀中之人究竟是谁？今日便在诸位面前查验清楚。他的清白尽毁，你们这是要逼死他吗？三哥口口声声念女子清白，方才怎么不念沈清堂的清白？六殿下，六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若不在，今日被三哥抱在怀里的人就该成了我的未婚妻。三哥当着侯府众人的面说我的未婚妻勾引你，下药于你，又说要向沈家提亲，你是想救他，还是想毁了我与他的婚约？我说了，本王也是遭人算计。遭人算计，所以第一个认出他是沈清堂。三哥，你我兄弟一场，若真顾念兄弟情谊，怎会在未验明身份前，先把这顶脏帽子扣到我未婚妻头上？沈清堂和燕锦行，今日之事，若只是男女风流，自可私下遮掩。可若有人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冒充皇后亲赐婚约的六皇子未婚妻，再由三皇子亲口坐实他失贞失德，三哥，这就不是一句误会能接过去的事了。三殿下既说她是沈家大姑娘，如今沈家大姑娘就在此处，那怀里这位总该给侯府一个交代。他受了惊吓又衣衫不整，老夫人何必咄咄逼人？难道非要逼死一个女子才肯罢休？逼死他的人不是盛老夫人，是拿他来顶我名声的人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只要揭开衣袍，看一下他脸就知道他的身份。不行！沈清堂，燕莫名，这女子的身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做贼心虚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那就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他究竟是谁。这鞋，方才席间我似乎见沈二小姐穿过。我也瞧见了，沈二小姐来时裙摆短，鞋尖露得清楚。竟然是沈婉儿。沈清堂，姑娘家的鞋样相似，有什么稀奇？娘说的是，鞋样或许相似，可沈婉儿脚踝上系着一枚铃铛，是您说她自幼身子弱，带着辟邪。她每逢赴宴都戴，生怕旁人不知道她受宠。耶！我看谁敢！三哥，侯府和沈家今日满门清誉皆被你拖下水，你若连验看一只鞋、一枚随身物都不许，旁人只会觉得你心中有鬼。六弟，你非要为了他与我作对？我只是不愿自己的未婚妻被人平白扣上一盆脏水。三殿下若不肯放人，今日侯府便只能请宫中做主了。天哪，真的是沈婉儿！堂堂大家闺秀，竟然干出这等丢人的事！怎么会是婉儿？三殿下，你还要欲盖弥彰吗？沈婉儿，你若还不行，老身便只能让人请大夫来，当众验一验你到底是昏了还是不敢醒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王夫人明鉴，我是被人骗来的。三殿下说姐姐身子不适，还非要来世会逞强，我担心姐姐出事，才悄悄过来寻她。这话熟悉得很，从小到大她闯了祸，第一句永远不是认错，而是我也是为了姐姐。沈婉儿，三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凶我？明明是你让人递话给我，说姐姐今日一定会来，说她对你余情未泯，怕她做出不体面的事，让我帮着劝一劝她。胡说八道！本王何时让你来劝他？你没有吗？若不是你说，只要今日让姐姐名声坏了，她就再不能嫁给六殿下，我又怎么会？沈二姑娘这话倒有意思。你方才说自己是担心沈清堂，如今又说怕她嫁给我，到底哪一句是真的？六殿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被三殿下糊涂了。他说姐姐若嫁给你，将来一定不会放过我，还说只要他能救我。沈婉儿，你少往本王身上泼脏水，今日之事分明是有人设局，本王也是被算计的。三殿下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方才三殿下口口声声说怀中女子是沈清堂，说她对你告白不成一时糊涂，还说要向沈家提亲。如今人变成了沈婉儿，三殿下变成了被算计。本王看错了人，看错了人。沈清堂与沈婉儿身量不同，声音不同，三哥方才还说的那般笃定。若只是看错，三哥怎么连他与我定亲后郁郁寡欢，对你告白不成这些话都替他编好了？是，就是他编的，都是三殿下教我的。他叫我穿同姐姐相似的衣裳，又叫我在院中等着，说只要今日闹起来，姐姐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沈婉儿，你现在倒会装无辜了。若不是你一心想嫁六弟，口口声声说绝不能让沈清堂压你一头，本王怎会知道沈清堂今日会被拦在府中？果然，这两人，一人知道我本该缺席，一人知道侯府有替身局。好得很，一个皇子，一个沈家姑娘，在老身府上做下这等事，还想拿老身满府宾客做遮羞布。三殿下，你不能这样害我，明明是你说万无一失，
明明是你说，只要姐姐名声毁了，六殿下就只能退婚娶我的。闭嘴！殿下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明明答应过我，等姐姐坏了名声，六殿下的婚事就还是我的。三殿下，沈二小姐这话，您可有什么要解释的？一派胡言，他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今日之事，本王自会入宫向父皇母后禀明。三殿下方才还说怀中人是我，说我对你告白不成，一时糊涂。如今人变成了沈婉儿，变成了他神志不清。别看了，都别看了！我的婉儿还小，她什么都不懂，她一定是被人害了。娘，救我！娘，我不要去见皇后娘娘，我不要被罚，我不要罚！青桃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婉儿是你妹妹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走。今日的事已经闹成这样，你好好的不是没事吗？可婉儿不一样，她一个姑娘家，若真进了宫，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原来我站着没哭，衣裳整齐便算没事。青桃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妹妹从小身子弱，哪里受得住宫里的审问？娘求你了，你去同盛老夫人说今日只是误会，说你不追究了，好不好？若今日和三皇子私会设计诬陷的人是我，母亲也会这样替我求沈婉儿吗？青桃，我明白了，我从来不是母亲会先选择的女儿。娘，救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三殿下，是三仙让我来的，是三殿下。沈婉儿，老夫人，今日之事分明还有蹊跷。沈二姑娘受了惊，胡言乱语也未可知。此事若传出去，于侯府也无益，不如先由本王将人带走，改日必给老夫人一个交代。带走？三殿下方才抱着人要走时，也说改日赔罪。若不是沈家大姑娘当众现身，今日这盆脏水便要扣死在她头上了。老夫人慎言。该慎言的是殿下。此事牵涉皇后娘娘赐婚，牵涉六皇子，牵涉沈家大姑娘清白，更发生在我侯府。老身若私下和稀泥，明日便是包庇丑闻。老夫人，婉儿年纪小，她只是被人哄骗了，求老夫人看在沈家的面子上，饶她这一次吧。她还未出阁，若进了宫被问审，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沈夫人方才可曾想过，若沈家大姑娘没有站出来，她这一辈子又会如何？青桃，你快替你妹妹说句话呀！你是姐姐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进宫。我说什么？你就说这是一场误会，说你妹妹只是贪玩穿错了衣裳，说三殿下认错了人。三殿下还记得从前说过什么吗？什么？殿下说，我与沈婉儿虽是姐妹，却云泥之别。她穿什么都是灵动可怜，我穿什么都是死板无趣。那今日，沈婉儿穿着与我相似的衣裳，被殿下抱在怀里。殿下方才还一口咬定她就是我。敢问三殿下，姐妹穿同样的衣服，是否还是云泥之别？按住沈二姑娘，备车，老身亲自入宫，将今日之事如实禀明圣上与皇后娘娘，请宫中裁断。娘救我！我是被害的，是三皇子，是严俊明害我。崔嬷嬷，你见过我的，你替我跟娘娘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都是三皇子逼我的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斗得过皇子？二姑娘慎言，这里是凤仪宫，不是沈家正厅，话可以说，规矩不能丢。我丢了明帝，难道还要讲规矩吗？嬷嬷，我也是受害之人啊！燕绝清当众指认怀中女子为沈清堂，衣裳与诗会安排相合，
沈清堂又当场出现，众人才看清怀中之人正是沈婉儿。不是这样的，那衣裳不是我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叶莫名，是他想回姐姐，是他拉我下水。二姑娘既说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为何会出现在侯府那处院子里？我只是……为何偏偏穿着能让人误认沈家大姑娘的衣裳？娘娘说，不必带沈氏次女入内了。娘娘要见我吗？娘娘是不是肯听我解释？皇后娘娘口谕，沈氏次女品行不端，胆敢借内宅私欲牵扯皇子婚约，构陷嫡仙名节，败坏门风，念其年幼，免其重刑，即日送入静安庵，剃发苦修，终生不得出。不，我不要去安堂，我不要剃发，我是沈家姑娘，我要回家。娘娘还说，此事自有宫中定夺，沈家不得私下接回，不得探问滋扰。若再有人以亲情为名求情，便一并按藐视一旨论处。父皇，儿臣今日确实有失体统，可儿臣也是遭人算计。沈婉儿她……闭嘴！父皇，儿臣与沈婉儿之间纵有牵扯，也不过是儿女私情，儿臣愿意负责，愿娶她为侧。儿女私情？你在侯府当众指认沈清堂，口口声声说他勾引皇嗣，下药失德。他是谁？是皇后懿旨定下的六皇子妃，是你亲弟弟的未婚妻。你算计的不是一个女子的名节，是你兄弟的婚事，是皇家的脸面。父皇，儿臣没有想害六弟，儿臣只是觉得沈清堂心思深沉，不堪为六皇子妃。儿臣是替六弟替他，朕还没死，皇后的懿旨还没收回，轮得到你替他择妻？燕命明何行有亏，构陷兄弟未婚妻，败坏皇家清誉。即日起削去皇子爵位，贬为庶人。父皇，发配岭南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宫里可有回旋余地？回夫人，二小姐送入静安庵，剃发苦修，终生不得出。三皇子燕明边贬为庶人，发配岭南，无诏不得回京。终生不得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婉儿还那么小，她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她从小连夜里风大些都睡不安稳，静安庵那种地方，她怎么受得了？你去啊，你进宫去啊！你不是说沈家总有体面吗？你不是说婉儿将来有大福气吗？你去求圣上，去求皇后娘娘把婉儿接回来。皇后娘娘的懿旨已经下了，圣上也动了怒。此事若再去求，只怕连沈家都要……沈家，你眼里就只有沈家，那是婉儿，是我们的女儿。娘娘，小姐，夫人晕过去了，请大夫了吗？已经请了。正院那边说，夫人醒了之后一直哭，谁劝都不听。知道了。清堂，娘求你了，你去求求皇后娘娘，好不好？娘娘看重你，她肯定愿意见你。只要你肯跪在娘娘面前说几句好话，婉儿就还有救。夫人，小姐才从那场风波里脱身，皇后娘娘已经定了罚，您怎么能让小姐去？你闭嘴！清堂，婉儿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吃过苦。静安庵那是什么地方？青灯古佛，粗茶淡饭，还要剃发。她最爱美了，她会疯的。你是不是还在怪她？清堂，她是有错，可她到底是你妹妹啊！你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不能眼睁睁看她一辈子毁了。娘，她毁我冥界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那都是三皇子害他，他也是被人骗了，所以他永远是被人骗，永远是年纪小，永远是不懂事。而我呢，只不过比他大2岁，一起都该让着他。清堂，娘现在不是跟你争这个的时候，婉儿还在等着救命啊！清堂，就当娘求你，你去求皇后娘娘，求她开恩，把婉儿从静安庵放出来。只要婉儿能回来，娘以后什么都依你，好不好？娘，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你总是偏心沈婉儿？娘知道你委屈，可婉儿从小身子弱，性子软，
她吃不得苦啊。那我呢？我不是您生的女儿吗？你不一样，你从小懂事，你能扛得住。婉儿不行，她离了我，离了家，真的会死在静安庵里的。你如今有六殿下护着，有皇后娘娘看重，你去说一句话，婉儿或许就能回来。就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不会去。皇后娘娘的判罚是沈婉儿自己挣来的，她要害我名节，要抢我的婚事，要同叶墨明联手把我推进死局。如今只是剃发苦修，已经是娘娘仁慈。她是你亲妹妹，她年纪小，她只是糊涂。清堂，你心肠不能这么硬，你若不救她，她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沈婉儿的一辈子不是我毁的，是她自己毁的。是您教她，想要什么哭一哭就能拿到；是父亲教她，沈家上下都该为她铺路；也是叶面情教她，只要装得可怜，就能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清堂，娘错了，娘以后一定补偿你。只要你救婉儿回来，娘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送沈夫人出去。是。清堂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生你养你，你不能不管婉儿。您生我，却从未把我当成同等的女儿。既然如此，今日起也别再拿母女二字绑我。不要，放开我！小姐，夫人疯了，抱着把丫鬟认错成二小姐。您真不去看看夫人吗？看了能如何？夫人如今怪可怜的。她不是因为失去女儿疯的，她是因为偏心了一辈子，最后发现自己偏爱的那个人救不回来，才受不了。清堂，你把六皇子妃的位置还给婉儿好不好？你还给她，娘就疼你，娘以后什么都给你。清堂，你是姐姐，你救救婉儿，你怎么能不管她？放开我！婚期文书，请沈大人收好。好，好，好。难过吗？有一点。怕你被旧事绊住，拉你一把。六殿下这是做什么？婚期定了，母后亲自看过日子，沈家不敢再生事。沈婉儿出不来，燕建泰回不来，他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小姐今日真好看。大姑娘，娘娘说了，今日只管高高兴兴的嫁，往后谁再敢拿沈家旧事压你，凤仪宫第一个不答应。替我谢过皇后娘娘。沈清堂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那我接你回家。累不累？若累了，喝清酒可以晚些喝。殿下连这个也要问我？自然要问，成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我只是觉得今日来得太不容易，往后六皇子府里，你想见谁不想见谁，想管什么不想管什么，都由你自己定。沈家的事，若你愿意提，我听；若不愿意提，我便不问。你不欠我，也不欠任何人。若我想管府里的账册呢？明日便送来。若不想管，就锁起来落灰。若想插手我外头的事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求之不得。这些都是给你的，府库也是你的。你若想分一半给春云天嫁妆，也随你。你就不怕我把六皇子府搬空？那我跟你一起搬。成亲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安静，没有人再逼我让出什么，也没有人拿姐姐二字压我。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是你的。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沈清堂，你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，
你在城西巷口救过一个小乞丐。看你还敢不敢！把人赶开，再把这些银钱送去医馆，替他治伤。你叫什么？不用还了。那个小乞丐是你？是，那年我易容出宫，被人盯上，若不是你，我大约要吃不少苦头。你为何从未说过？前世想说，没来得及。我养好伤去打听你时，你已与燕阶明定亲。后来宫宴上，人人都说你贤良端庄，与三皇子天作之合。所以你以为我过得很好？是，我以为那是你自己选的路，直到重来一次，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所以今生你才会在凤仪宫出现，才会让我见你的事。我怕再退一步，你又被推回那条路上。可我也怕你厌我自作主张，只能先把选择递到你手里。前世我救你，并没想过要你报答。今生你护我，也不是因为欠我。不是欠，是舍不得。那这一次，不许再误会了。不误会了。奉天承运，圣上禅位于六皇子燕锦行，令册沈氏清堂为后，母仪天下。沈清堂与朕同立风雨，知朕志，明朕心。朕登大宝，她就是朕唯一的皇后。臣等恭贺圣上，恭贺皇后娘娘。原来不是我没有路，是从前所有人都想把我推到他们选好的路上。很重，可娘娘戴着好看。重是重，可这一次不是别人压在我身上的枷锁。怕不怕？陛下怕吗？我怕你嫌累。新帝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后娘娘，咱们2对2，完胜。以后皇后和朕一起听政。陛下，此举恐不合礼数。当初构陷皇嗣未婚妻时，你们说礼数；如今皇后明正礼知民生，你们又说礼数。诸位口中的礼数，究竟是为天下，还是为蓝塔？皇后怎么看？既问民生，便看百姓能不能活，其他虚礼往后放。朕亦如此想。史书记载，承德皇后，帝每一政必引后同席。